萧启清嚷组团上热搜，迪丽热巴、陈星旭打戏 CP 感出圈。11月22日晚，迪丽热巴与陈星旭合作的新戏《萧启清嚷》登陆腾讯视频。当晚，萧启清嚷迪丽热巴、陈星旭西装睡裙打戏，迪丽热巴工作室发布过来了萧启清嚷热度、萧启清嚷秃脸、萧启清嚷直播，甚至是萧启清嚷弹幕等词条齐齐登陆热搜。而迪丽热巴与陈星旭的一段打戏更是让不少网友大呼 CP 感封神。萧启清嚷由腾讯视频出品，贤功夫联合出品，田丽担任总导演，何坦执导，迪丽热巴、陈星旭领衔主演，张丽特别主演。该剧改编自韦于同名小说，以一段跨越现实与异界的奇情叙事，开启今冬最具文艺气息的冒险之旅。剧集播出当天释出的开播预告，就以沉静而充满张力的镜头语言探入人物内心深处。在幽微的光影间，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与陈星旭饰演的严拓仿佛行走于现实与传说的边缘。他们的每一次对视，每一句低语，都不只是在推动剧情，更是在叩问人性与执念的边界。同步释出的开播双人海报，则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揭开了故事的一角。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居于视觉中心，神情坚毅而冷静，展现出角色内核的智慧与力量。陈星旭饰演的严拓则身影沉稳，目光深邃，暗示其背负的复杂过往。两人在光影交织中形成紧密的张力，预示着一场在危机中展开的并肩与试探。剧集还发布了单人角色海报，以独特视觉语言诠释剧集基调。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与陈星旭饰演的严拓，在画面中呈现出实体与虚影交叠的奇妙构图。人物周身萦绕淡淡光晕，脸庞模糊的虚影与实体动作错位相融，将真实与幻觉的边界彻底打破。整体画面笼罩在暗红血光之中，虚影轨迹间隐约透出战斗姿态，于静谧中迸发张力。这一设计既象征角色面对真相的迷茫，也暗喻角色对自我身份的求索。另外，同时发布的张力单人海报则被克苏鲁风视觉笼罩，灰金血纹交织的削破囊愈出，红黑配色间尽显美艳危险气质，诡谲异常传递出人物美艳又危险的反派气质。在当下竞争愈发激烈、流量快速更迭的中国影视行业，一线女演员的定义早已不再停留在话题度或短期热搜之上，而是综合了抗拒能力、项目话语权、市场号召力与职业稳定性等多重指标。从这一维度审视，迪丽热巴无疑已稳居当下 Kiss 女主梯队的核心位置。以近期播出的萧启清嚷为例，剧集开播当日即实现热度与讨论度的双重突破，相关词条密集登上热搜，涵盖剧情、角色、打戏、直播互动等多个维度。这种整体出圈的传播形态，并非依赖单一营销点，而是围绕女主角色自然扩散，恰恰说明迪丽热巴仍具备强劲的女主牵引力，这是典型 A 级女演员才具备的市场属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她在项目中的功能性已发生明显转变。过去外界常将其归类为流量型女演员，而如今从角色定位到叙事重新，迪丽热巴更多承担的是故事轴心与情绪支点的角色。萧启清嚷中，聂九罗并非依附男性角色展开的工具性人物，而是拥有完整行动逻辑与精神内核的主导者。人物的冷静、锋利与克制，构成了剧集气质的重要基石。这种角色配置本身就意味着制作方对女主演专业承载力的高度信任。在行业层面，迪丽热巴的稳定性同样具有标志意义。她并未陷入频繁刷脸的消耗型路径，而是通过控制作品节奏，尝试类型差异，逐步完成从偶像叙事向类型叙事的过渡。从仙侠、现实题材到悬疑幻想，她的职业轨迹并非横向复制，而是纵向积累。这种选择使她在现筹去泡沫的行业环境中，依然保持头部资源与主角站位。与此同时，她在商业价值与演员身份之间维持了相对平衡。时尚、
代言为其提供持续曝光，但影视作品始终是其公众形象的核心锚点。这一点使他与单纯依赖商业热度的明星形成区隔，也进一步巩固了其以作品立身的行业认知。综合来看，迪丽热巴当前的地位已不再需要通过单部作品证明自己，它更像是一种被市场反复验证后的确定性存在。当项目需要女性视角的主心骨，需要覆盖多圈层观众，需要在商业与审美之间取得平衡时，它自然成为优先选项。这正是 A 级女主在 Biz 权力结构中最核心也最稀缺的价值所在。陈星旭夸热巴漂亮可爱，爆料龚俊王玉文爱分享。由迪丽热巴、陈星旭主演的奇幻剧《萧启清壤》正在播出。被问看完《萧启清壤》剧本的反应，陈星旭提到了和聂九罗的第一次对手戏，剧本不会写得太详细，只说两人打斗要结合小说和导演构思，既要有武术动作，又要拍出唯美的感觉。高难度动作戏的拍摄次数也不一定，男生和女生打，怕伤到对方会收力，收多了假，放开来又怕受伤，所以的磨合几次。第一次和迪丽热巴合作，她坦言之前的印象是漂亮女神，看过她很多作品。合作后发现她私下性格很可爱，喜欢看搞笑的东西，还会跟大家分享，偶尔会有抽象的小举动，但不会一直那样。现场氛围好，大家爱互相逗趣。她紧急公关那条被说很假的片段，趁就是开个玩笑缓解打戏的疲惫，毕竟打戏长要反复拍摄，大家难免烦躁，互相打趣能调节气氛。回复网友评论时，他也很实在，第一次遇到想让我给一拳的，怕你承受不住。对把手伸到严拓钱包里暖和的调侃，笑着回应没问题，严拓老有钱了，反正不是我兜里。有人说会跳刀马想加入，他直接说行，你叫我，我不会。热巴确实跳得好，还学得快。被划分进 Daddy 型男友赛道，他坦言有点混乱，一会儿 Daddy 一会儿毛茸茸，大家开心就行。觉得自己的 Daddy 感可能是荧幕形象的关系，自己也不清楚符合的点，还开玩笑难道是年纪到了？他认同男人最大的魅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若和迪丽热巴再合作，什么题材都行，自己擅长的古装权谋也可以。对话陈星旭，每个角色都不是单一性、标签性的。搜狐娱乐，因为萧启清壤的题材很新颖，想知道看完剧本哪个最符合你的第一反应？第一个是内娱居然敢拍这种，第二个是严拓妥妥的小苦瓜，然后第三个是这是正经打戏吗？陈星旭，我觉得2和3都算吧。搜狐娱乐，我们说一下3吧。这是正经打戏吗？是哪一场让你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陈星旭，最比较经典的就是刚播完的那个和聂九罗的第一次打戏，所有的剧本不会描述的那么的详细，它就是2个人在打斗这种。但是你想拍出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你有小说，然后也有导演的一些构思，有一些武术在里面，又希望有很多2个人的这种唯美的东西。搜狐娱乐，那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戏，你们一般是几条过？陈星旭，那不一定，那可能因为有些动作，比如说男生和女生打，可能会比较害怕伤到，可能就会收力。收力收多了就假，但是如果放出来又怕伤到，所以可能会要磨合几次。搜狐娱乐，那如果仅发放3个萧启清壤会员追剧席位，你觉得你的娱乐圈好友谁会来抢占这个名额？陈星旭，我觉得我们。搜狐娱乐，你们到梅熊组合。陈星旭，有可能。让林一和玉文都过来吧。对，到梅熊组合。搜狐娱乐，第一次跟迪丽热巴合作，在没有合作之前，你对她的印象是什么？陈星旭，漂亮，女神，然后在戏里面，还有活动上，有看到她的这个样子就觉得很好。搜狐娱乐，你看过她什么戏？陈星旭，看过太多了，我觉得她私下里是一个很可爱的性格，她
他比较会，有时候喜欢看一些就是很搞笑的东西，会跟大家分享。他的抽象，他是有一个特定的方式，但是在生活里，他其实不会完全是那个样子。偶尔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会这样。搜狐娱乐，你没看那个花絮吗？而且大家还说你那条很加，那个确实是加到，这个辟谣不了。陈星旭，就是因为大家氛围很好，在现场，然后开个玩笑。因为其实拍戏，尤其是拍打戏，那打戏很累，可能1条不过，2条不过，3条不过大家都烦，或者说就是都觉得为什么还过不了，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大家如果互相斗一下，包括导演跟我们斗一下导演什么的，都很正常。搜狐娱乐，那热巴有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他撒娇很软萌的那种？陈星旭，他也会有。搜狐娱乐，通过真假信息判断你合作之后对热巴的了解。第一个是开车忘放手刹。陈星旭，有可能吧？因为我都忘放过，我考驾照的时候都忘放过。搜狐娱乐，那你应该找我们内娱驾校教练指导一下。陈星旭，谁啊？搜狐娱乐，胡先煦，就是他指出了热巴没有放手刹这个点。陈星旭，哦，我知道了，我看过那个片段。搜狐娱乐，还有密室中的铁胆担当，这个是他吗？陈星旭，有可能。他也不算胆子很大，他挺怕黑的，这个我知道。搜狐娱乐，我感觉你是铁胆。陈星旭，不，我害怕密室，我不去。搜狐娱乐，那你觉得你跟他在密室里面谁胆子大，谁保护谁？陈星旭，我觉得他拖着我，我怕，我真怕，鬼屋啥的我都怕。搜狐娱乐，在综艺节目里面说起公主抱，他伸手就要抱起你的那一刻，你的内心 OS 是什么？陈星旭，那肯定，我陈啊，我确实没反应过来，你这种临时的，就是我觉得会受伤，很容易受伤。搜狐娱乐，但是感觉他是那种性格很要强的人。陈星旭，对，他是。搜狐娱乐，请回复一下以下评论。第一个是9字真言，给我1拳，我躺下说好甜。陈星旭，我第一次遇到有人想让我给他1拳的，我怕你承受不住啊，开玩笑。搜狐娱乐，还有严拓，天太冷了，让我把手伸到你的钱包里暖和暖和吧。陈星旭，那可以，那没问题，那严拓老有钱了。搜狐娱乐，就是有事情找严拓。陈星旭，对，反正不是我都理，你看，干净的，比脸都干净。搜狐娱乐，如果想放你兜里呢？陈星旭，也行，别把钱掏出来就行。搜狐娱乐，就是纯在那摸摸有多厚？搜狐娱乐，我会跳刀马，可以让我加入你们吗？这个要怎么回应？陈星旭，行，你叫我，我不会跳。搜狐娱乐，你让热巴叫你。陈星旭，他确实会，他确实跳得好，而且学得比我快。他跳舞的。搜狐娱乐，大家都说你和热巴在一起搭档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出来你身上有那样重弟弟的感觉。陈星旭，这个我没有看到，在生活中我就。搜狐娱乐，就是一个可靠的哥哥。陈星旭，也不能叫哥哥，就是也没有弟弟，反正就是正常。一个男人，不能叫一个男人，叫一个男的。搜狐娱乐，没有啊，你有没有年上感？陈星旭，也没有，其实我平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像小孩子的。搜狐娱乐，他们都说你是一款很稀缺的 Daddy 型男友，你怎么看待会把你划分进这个赛道里？陈星旭，反正我现在有点混乱，一会儿是什么 Daddy， 一会儿又是什么毛茸茸，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挺好，大家开心就行。搜狐娱乐，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评论？想一下自己身上有哪些符合 Daddy 的地方？陈星旭，年纪到了。搜狐娱乐，你年纪很小。陈星旭，
我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就是可能我演的角色是这样的，可能是荧幕形象的关系。搜狐娱乐，你觉得你想象中大家喜欢的 Daddy 型男友是什么样的呢？陈星旭，我觉得会照顾人。搜狐娱乐，他们都说男人最大的魅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陈星旭，我觉得这个我认同，这个我认同的。搜狐娱乐，再合作的话，你想跟热巴合作一个什么类型？陈星旭，都行，什么都行，不一样的题材吧。搜狐娱乐，古装剧。陈星旭，也行啊。搜狐娱乐，古装权谋你最擅长的。陈星旭，也可以。就是我是觉得这种都有可写的、可看的，每个角色的这种点都不是单一性的，也不是标签化的。搜狐娱乐，如果你是综艺节目的导演，你会给萧启清壤设计一个什么类型的剧综？陈星旭，旅行。我想去旅行。搜狐娱乐，那热巴人家有旅行搭子。陈星旭，我不知道。搜狐娱乐，他上过那个花少，他那季花少，他们一块叫北斗七星。陈星旭，这是我们的剧综，大家一起去玩，就是去没去过的地方，无所谓。我纯想旅行，我跟着去就行。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计划呢？走到哪看到哪。搜狐娱乐，明白。大家都被地球超新鲜里面的你圈粉了，当初是怎么下定决心来参加综艺的？陈星旭，因为他出国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跟陌生人去一起旅行过。搜狐娱乐，就遇到你的病友们。陈星旭，对。搜狐娱乐，在没见面的日子里，想知道地球团的朋友们都在群里聊些什么？陈星旭，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就是大家谁在活动上碰见了，一起拍个照，扔在群里，大家就会引起一些激烈的讨论。因为很想大家，也是因为一个契机，一个点，大家就开始聊起来。聊着聊着，可能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这很正常。搜狐娱乐，你是不是一般在那个群里就潜水？陈星旭，我很潜水，我非常潜水。搜狐娱乐，那你什么时候会出来发一段话呢？陈星旭，我一般不会是主动挑起那个话题的人。搜狐娱乐，谁主动挑起话题比较多？陈星旭，王老师。俊哥。搜狐娱乐，可以透露一下第二季有在筹划吗？什么时候能看到？陈星旭，有在筹划，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应该就是拍完，如果是开始拍的话就很快了，开始拍的时候基本上很快就能看到了。搜狐娱乐，你们不会在群里聊一下吗？就是第二季我们什么在出国什么的。陈星旭，我们在杀青宴的时候有聊过，庆功宴的时候有聊过，但具体看人家怎么安排。搜狐娱乐，如果建一个东北话10级选手的群聊，你会拉谁进去呢？陈星旭，林一。他说话就是真的带东北味，我觉得他比我重。我觉得宁哥也没问题，宁哥也是丹东人。我先考你一个，你知道借币儿是什么意思吗？搜狐娱乐，我肯定不知道，你给我一个语境呢。陈星旭，这是我借币儿，我俩住得很近。搜狐娱乐，邻居。陈星旭，对，是邻居，它是非常非常老的一个词了。作为观众，看完这篇关于萧启清壤的采访，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这部剧和这2位演员真的选对人了。很多人第一次被花絮吸引，是因为甜，是因为好看，但真正留下来的却是那种不刻意、不营业的真实感。陈星旭在采访里提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更理解为什么迪丽热巴和他站在一起，会让观众觉得舒服。他说，第一次合作前，对迪丽热巴的印象是漂亮、女神。可合作之后，最常提到的却是可爱、爱分享、性格真实。这一点，作为粉丝，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们一直看到的热巴，就是这样一个人。美貌是她的外壳，性格和努力才是她真正的底色。
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他多次强调打戏的磨合，不是简单一句拍得很辛苦，而是很具体的说道，男生和女生对打要控制力度，收多了会假，放开又怕受伤，只能一次一次调整。这里面其实藏着对搭档的尊重，也藏着热巴作为演员的专业度。如果只是靠脸，是不可能完成这种高强度、需要高度信任的动作戏的。还有那些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花絮、玩笑、调侃，在陈星旭的描述里，他们并不是刻意营业，而是高压拍摄下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而热巴在其中是那个能让现场气氛变得轻松的人，他会撒娇，也会要强，会开玩笑，也能在关键时刻顶住拍摄强度。这种立体感，正是他这些年能稳稳站在一线的原因。作为粉丝，我尤其认同陈星旭说的一句话：每个角色都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标签化的。这句话放在迪丽热巴身上再合适不过。她从来不是某一个固定形象，而是在不断突破、不断调整自己状态的演员。所以当有人还停留在她只是漂亮这种评价时，我只想说一句：真正了解她的人早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漂亮只是起点，而实力、态度和持续输出作品的能力，才是她走到今天的位置的原因。萧启清让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角色的魅力，更是两位演员在专业、信任和默契中的相互成就。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花絮才会让人反复观看，让人心软，让人相信，好的演员真的会把情感演进观众心里。如果你也被这段采访、这些细节打动了，那或许你和我一样，不只是喜欢角色，而是在喜欢一个认真对待演员这份职业的迪丽热巴。3个秘密让迪丽热巴和陈星旭的花絮刷屏你的朋友圈。刷手机，看到迪丽热巴和陈星旭的新剧花絮弹出来。画面里，迪丽热巴轻轻坐在陈星旭腿上，两人拥吻的瞬间，甜蜜的就像偶像剧成真。我忍不住多看几眼，那种 CP 感强到让人心里一暖。记得去年我朋友小美追另一部剧，她总吐槽演员互动假，但这次她发消息说，这段花絮让她想起自己初恋的悸动。她说，看到迪丽热巴眼神里的温柔，仿佛能听到现场的心跳声，那种真实感太难得了。我自己也想起上次追星经历，在剧组探班时，我亲眼看到演员们反复排练吻戏，只为呈现最自然的瞬间。陈星旭的专注和迪丽热巴的笑容，让我明白好 CP 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用心磨出来的。为什么这个花絮能火？它不只是养眼，更戳中我们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在娱乐圈炒作满天飞的今天，这种真诚互动像一股清流，提醒我们相信简单的快乐。其实，演员们私下付出很多努力，花絮背后是无数次的磨合和信任。就像生活中任何合作关系，只有彼此尊重才能绽放光彩。正能量就在这里，它让我们看到努力中有回报。总的来说，这段花絮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用真实打动了我们。在快节奏的娱乐新闻里，它能让你停下来，感受一丝温暖和希望。为什么这段花絮能刷屏？因为迪丽热巴把心动演成了真实。刷着手机，忽然被一段萧启清嚷的花絮截住视线。迪丽热巴轻轻坐在陈星旭腿上，两人靠得很近，下一秒拥吻，画面干净、克制，却甜得让人心口一紧。不是那种刻意摆拍的营业堂，而是你会下意识多看一遍的那种真实。很多人说，这段花絮让人想起初恋，不是因为动作有多大胆，而是热巴的眼神太有内容，那种温柔里带着信任的松弛感，是装不出来的。真正的 CP 感，从来不是演出来的。现在的影视市场不缺高颜值演员，也不缺吻戏，缺的是让人相信的情绪流动。这段花絮之所以能刷屏，是因为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不是在完成一场戏，而是在彼此配合、彼此感受。
熟悉热巴的人都知道，他一向不是靠夸张肢体去制造甜感的演员，他更擅长用眼神、用停顿、用呼吸的节奏，把情绪一点点递出去。也正因为如此，当他靠近时，画面才会有温度。花絮好看，是因为背后有足够的认真。有人以为好的花絮只是运气，但真正看过剧组工作的都知道，自然感往往来自反复磨合，一次次走位，一次次调整角度，一次次沟通情绪边界。演员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很难得的信任。热巴在花絮里那种放松的状态，本身就是答案。她不是被推着营业，而是在一个让她安心的表演环境里。比甜更重要的是那种真。在炒作、话题、流量充斥的娱乐环境里，这样一段不吵不杂，却能让人心里一软的画面，反而更难得。它提醒我们，原来影视作品里依然可以存在不浮夸的心动。原来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真的可以靠尊重和用心磨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只是花絮，迪丽热巴依然能让人停下来看完、回味，甚至分享。所以这段花絮火的不是亲密，而是可信；好看的不是姿势，而是他眼神里那一瞬间的柔软；好刻的不是 CP 标签，而是你能感觉到那一刻他是真的走进了角色。或许这才是粉丝始终愿意相信迪丽热巴的原因，不是因为她甜，而是因为她一直很真。你觉得最好的 CP 感是什么？快来评论哦，聊聊你的看法吧。争议爆款，萧启清嚷越骂越追，迪丽热巴陈星旭演绎生死相托双强 CP。山顶寒风里，一碗泡面的热气成了两人信任的开始。生死战场上，一个眼神交汇就是无需言说的默契。年末的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但要说话题与争议既飞的上头款，萧启清嚷绝对名列前茅。这部剧自开播以来，热度一路飙升，多次登上平台榜首。电影级的视觉质感、独特的人萧对抗奇幻世界观，以及迪丽热巴与陈星旭这对高颜值主演的组合，都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争议与热度并存的开局，萧启清嚷开播后迅速引发讨论。一方面，他凭借浓烈的中式志怪氛围和沉浸式世界观吸引了大量观众。该剧改编自知名作家韦瑜的同名小说，延续了他擅长的都市奇幻风格。剧情设定在现代城市中，潜伏着一种名为的萧的上古异族，他们自有一套生存法则，而与他们对抗的则是自秦朝起便隐秘存在的南山猎人组织。随着剧情推进，一个更复杂的概念人萧出现，它由人类通过某种方式转化而来，模糊了纯粹的人类与的萧之间的界限，为故事增添了更深层的纠葛。另一方面，剧集也面临着一些批评，有观众认为前几集节奏略显拖沓，设定只给，部分原著粉丝则担心改编会丢失小说的精髓。然而，这些争议并未阻止剧集热度的持续攀升，反而形成了边骂边追的独特冠剧现象。双强人设与颜值盛宴，萧启清嚷的核心吸引力之一，无疑是迪丽热巴与陈星旭这对浓颜系双强 CP。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拥有双重身份，白天是气质清冷的雕塑艺术家，夜晚则化身为南山猎人中刀脉最强传人风刀。为贴合角色，迪丽热巴完成了剧中90%的武打戏，包括与临场镜头刀战等高难度动作。陈星旭饰演的严拓表面上是阳光正直的富家子弟，实则是被的萧抚养长大，背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他身为人类，却长期被困于的萧的巢穴，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在伪装与仇恨中坚守人性本真的挣扎，构成了角色极具张力的内核。从泡面到情报，试探里藏着真心的铺垫。双强的羁绊从不是一见钟情的俗套，而是刀光剑影里的你来我往。聂九罗与严拓的关系始于一场误会。在剧情初期，
聂九罗误将严拓当作的萧线索抓回。这种始于对立的相遇，为两人的关系发展奠定了独特基础。的萧与南山猎人的第一次约战，严拓不慎被咬，向来冷艳飒爽的聂九罗竟连夜带他登上山顶，烤天生火处理伤口。要知道，这可是风刀传人，对敌人眼神能淬冰，可面对严拓渗血的伤口，指尖却藏着不易察觉的轻颤。严拓的回应更戳人。山顶寒风里，他掏出泡面煮得热气腾腾，递过去时还不忘吹凉。这碗冒着热气的泡面，成了两人破冰的信号。前期调查林喜柔为首的萧集团时，严拓成了聂九罗的情报站，从萧的活动规律到内部矛盾，全靠他冒险传递。而被软禁在家，受四姐看管的林玲，也借着这份默契暗中助攻，把从林喜柔那套来的消息悄悄递出，成了藏在暗处的关键力量。没有甜言蜜语，却在我给你情报，你护我周全的默契里，把信任刻进了骨子里。就像谭木说的，严拓嘴滑没几句真的，可给聂九罗的情报从没掺过假。聂九罗的刀不认人，却会连夜带他去山顶烤火治伤。双引号，从船厂到矿洞，危难时的双向奔赴。真正的依赖，从来要经得住生死考验。蒋叔被抓时，严拓先试探听关押位置，把蒋叔的口信精准传递给聂九罗。聂九罗靠着情报制定换人质计划，却在船厂遭遇2名的萧围攻，青瓷花瓶砸向地面的瞬间，他抄起刀劈砍责翻，灭了一个的萧，最终还是身受重伤。就在这时，担心了一天的严拓闯了进来。他没半句废话，先把聂九罗抱去旅县处治疗，安顿好后立刻折回船厂，沉掉的萧的车，带回受伤的陈福，把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替他扛下所有后续风险。这一幕让多少人破防，双强的浪漫不是替对方挡刀，是我信你能战，更会为你收拾残局。双引号，邢申与林喜柔的阴谋成了这段关系的试金石。严拓的卧底身份被暴露，遭虐打后关入矿洞，濒临绝望时，聂九罗提着刀闯进修罗场。当他的身影出现在矿洞尽头，严拓眼里的光瞬间亮起，那是他的希望，是他在黑暗里唯一的念想。这种在绝境中的相互拯救，将生命相托的羁绊推向了极致。从见水到重逢，失去后才懂不可或缺。决战场上的车轮战，把相互依赖推到了极致。聂九罗受伤失踪后，昏迷的严拓在梦里呢喃阿罗数百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拽着于荣商议，在下金人门，我要把他找回来。双引号，见水之下，于荣和雀茶劝他先回地面，严拓却默默解开绳索，一头扎进深不见底的水里。谁能想到，这个看似玩世不恭的富家少爷，会在生死关头变得如此执拗，甚至凭着一股孤勇，独自将聂九罗从绝境中接生回来。那不是简单的救援，是把自己的命和对方绑在一起的决绝。更戳人的是重逢后的反转。聂九罗失忆，不认识眼前这个为他疯魔的男人。严拓没有逼他回忆，只是耐着性子带他故地重游，去煮过泡面的山顶，让他拆星星看往昔日记，把过往的故事慢慢讲给他听。没有歇斯底里的追问，只有我等你重新认识我的温柔，这才是最高级的依赖。我需要你，更尊重你。其实观众的越骂越追，从来不是宽容剧情的瑕疵，而是共情了这份不矫情的爱情。聂九罗看似强大，却需要严拓的情报和兜底。严拓看似隐忍，却需要聂九罗的光来照亮。就像剧里说的，爱的本质就是生命的相互依赖，不是谁依附谁，而是两个人在一起，才敢直面所有黑暗。如今剧里的聂九罗和严拓还在继续并肩，剧外的观众早已被这对双强 CP 圈死。你最克他们的哪个名场面？是山顶的泡面，还是矿洞的救援？迪丽热巴只靠颜值，这是对演员职业最懒惰的指控。在娱乐舆论场中，只靠颜值是一句成本最低、
却最常被滥用的指控。它看似锋利，实则空洞；看似否定演员，真正暴露的却是评价者对表演职业的认知贫乏。而萧启清嚷的播出，恰恰让这种指控显得站不住脚，甚至显得有些可笑。首先必须说清一个基本事实，如果靠颜值就能撑起一部争议爆款剧，那影视行业根本不需要剧本、导演和动作指导。现实恰恰相反，萧启清嚷不是一部靠滤镜取胜的作品，他的世界观阴冷，设定复杂，人物关系建立在对抗与信任之上，这是对演员综合能力的硬性考验，而不是对外貌的展示橱窗。聂九罗这个角色本身就与花瓶逻辑彻底背离，他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行动的发起者；不是被凝视的存在，而是掌控局面的关键人物。他的判断失误会导致同伴死亡，他的迟疑会引发连锁灾难。这样的角色，如果演员只能好看，剧情在前3集就会彻底崩塌。再看所谓颜值论最常忽略的一点，身体表演。迪丽热巴在萧启清嚷中完成了大量高强度动作戏，承担了约90%武打场面。从玉林掌镜头刀战到近身搏杀、负伤鹰战，他的表演并非依赖剪辑掩护，而是建立在体能、节奏与动作控制之上。颜值不会替你挥刀，脸部会替你在泥水里翻滚。更讽刺的是，真正让观众越骂越追的，从来不是脸，而是角色关系的可信度。聂九罗与严拓的情感不是糖水，是在试探、利用、背叛、风险和生死互托中一点点磨出来的信任。山顶泡面不是浪漫滤镜，而是角色关系破冰的叙事节点。矿洞救援不是情绪煽情，而是人物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些都不是好看能解释的。如果颜值真是决定因素，那观众大可在红毯和杂志里获得满足，没必要在剧情节奏偏慢、设定复杂的剧集中边骂边追。事实恰恰说明，观众留下来是因为角色成立了，而聂九罗成立是因为演员撑住了这个角色。说到底，迪丽热巴只靠颜值的说法，本质上是一种拒绝讨论专业的偷懒行为。他回避了对角色完成度、表演层次和叙事功能的分析，只用一句标签式否定，试图结束讨论。但真正成熟的观众已经用追剧行为给出了答案，颜值只能让人点开一部剧，而实力才会让人追下去。在萧启清嚷中，迪丽热巴不是被颜值托举的演员，而是用角色反过来证明，当一个女演员能在动作、判断与情感重量上同时成立时，只靠颜值的指控本身就已经失效。萧启清嚷迪丽热巴历代 CP 盘点，合作杨洋、陈星旭都超甜，新剧搭陈飞宇超有性张力。迪丽热巴、陈星旭主演的奇幻悬疑剧萧启清嚷终于迎来大结局，迪丽热巴和陈星旭上演高甜的版吻在网络上掀起热议，两人之间的粉红泡泡溢出屏幕。除了陈星旭之外，迪丽热巴过去搭档过无数大势男神，每一对都有不错的火花。以下盘点萧启清嚷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和高伟光、杨洋都超甜，新剧木须辞搭陈飞宇未播先轰动。萧启清嚷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秦时丽人明月心张彬彬。让迪丽热巴逐渐受到外界注目的首部作品是2017年和张彬彬合作的历史剧《秦时丽人明月心》，改编自台湾作家温世仁的武侠小说《秦时明月之惊可外传》，讲述少年嬴政与公孙离高潮迭起的三角恋故事。当年迪丽热巴凭着浓颜系的高颜值，完全撑起战国时代造型，她饰演的骊姬美的倾国倾城，让人一眼难忘。也难怪不少剧迷笑说，张彬彬饰演的嬴政会为了她心甘情愿当接盘侠，甚至把她与二师兄的孩子视如己出。两人在剧中的 CP 感爆表，不止成功掀起一波追剧热潮，后续还促成二搭烈火如歌，这部作品也成了他们演艺生涯中相当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萧启清嚷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烈火如歌周渝民。
烈火如歌虽然是迪丽热巴和张彬彬的二搭之作，只不过张彬彬这次饰演男二，迪丽热巴的官配男主角找来周渝民饰演。烈火如歌同样也是武侠题材，故事围绕在烈火山庄庄主之女烈如歌，她和张彬彬饰演的大师兄战锋原本是一对情侣，后来因为种种误会，导致战锋狠心与如歌分手，而如歌也是在为了查明分手原因的过程中，结识了周渝民饰演的银雪公子。一开始确实有不少观众是冲着迪丽热巴与张彬彬二搭的话题，才决定入坑烈火如歌，但随着剧情一路推进，大家也惊喜发现，迪丽热巴和周渝民竟然意外有火花，两人互动自然，情绪张力十足，让不少观众越看越上头。开播不久就成功圈了一大票 CP 粉。萧启清壤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三生三世枕上书高伟光。说到迪丽热巴的人生代表作，当然不能少了经典仙侠剧《三生三世枕上书》。延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世界观，枕上书同样也是虐了三生三世的凄美爱情故事。迪丽热巴饰演的九尾红狐白凤九为了报恩，与高伟光饰演的东华帝君产生交集与缘分。由于枕上书在开播当时创下了相当惊人的收视成绩，凤九这个角色也成为了迪丽热巴最经典的角色，高伟光也被评为是最适合白发的男艺人，成为粉丝心中最经典的组合。萧启清壤迪丽热巴历代剧 CP《长歌行》吴磊。《长歌行》改编自夏达创作的同名高人气漫画，本身就拥有大量死忠原著粉，因此当年一宣布影视化，便引发不少讨论与争议。接着原本确定出演男主角的屈楚萧又卷入丑闻风波，角色临时出现变数，最终由吴磊紧急接手救场，也让这部作品在开播前话题度就一路飙升。由于迪丽热巴和吴磊相差7岁，最初网友们认为两人比起情侣更像姐弟，纷纷不看好这个组合。怎料正片开播后，吴磊已经占演技米平，与迪丽热巴的年龄差，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也越来越自然，因此渐渐受到剧迷们支持，圈了不少 CP 粉。萧启清壤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你是我的荣耀杨洋。除了古装剧，迪丽热巴在线偶剧也累积了不少经典作品，其中和杨洋合作的《你是我的荣耀》在2021年掀起了一波追剧热潮，可以说是近年甜宠剧的巅峰之作。该剧改编自顾漫创作的小说，讲述人气女星乔晶晶与高中时单恋的学霸大神于途，在阔别10年后因玩网游而重逢，从而开启一段高糖恋曲。虽然从剧情来看，整部剧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但迪丽热巴和杨洋在剧中的互动实在是自然到不像是演的，俨然就是现实生活中会看见的热恋情侣，代入感超强，甚至被网友评价看他们恋爱比自己谈还甜。萧启清壤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安乐传龚俊。迪丽热巴在安乐传搭档男神龚俊，由于两人都是自带粉丝的流量明星，因此开播当时也是话题度相当高的人气之作。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帝国最强战神家族的大小姐，但家族却惨遭陷害蒙冤，在调查真相的过程中与龚俊饰演的太子结下了缘分。由于迪丽热巴和龚俊都是演艺圈内著名的高颜值艺人，男神女神的组合，光是站在一起就足够养眼啦。萧启清壤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萧启清壤陈星旭。萧启清壤改编自韦瑜创作的奇幻悬疑小说，迪丽热巴和陈星旭在剧中为了打怪踏上旅途，在惊险刺激的冒险中，两人一起对抗危机，最后逐渐爱上彼此。光是一幕迪丽热巴穿着真丝睡衣与一身正装的陈星旭近身打斗，张力十足却暗藏着一丝暧昧氛围，已经让观众们嗑生嗑死，毕竟双强 CP 谁能不爱呢？萧启清壤迪丽热巴历代剧 CP 木须辞陈飞宇。木须辞是迪丽热巴继萧启清壤后下一部待播的新剧，这次她将在剧中化身为活了400年不死不灭的女鬼王，
将和陈飞宇饰演的少年将军展开一场宿命般的爱恋。虽然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实际上有着8岁年龄差，但从最新释出的剧照与预告中来看，两人站在一起丝毫没有违和感，甚至颇有御姐搭配忠犬少年的性张力，让网友相当期待，不断敲碗希望木须辞可以早日定档。为什么迪丽热巴跟谁搭都能有 CP 感？答案从来不只是颜值。为什么有些演员哪怕换了再多搭档，观众依然觉得没有情侣感，而迪丽热巴却恰恰相反。无论是古装、现代、仙侠，还是悬疑冒险，她几乎每一部戏都会被讨论 CP 出圈。这真的只是因为外形漂亮吗？还是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最近，一篇盘点迪丽热巴历年荧幕搭档的报道再次引发讨论。从《三生三世枕上书你是我的荣耀长歌行》到正在热播的萧启清嚷，文章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事实：他的 CP 感几乎不受搭档、题材与设定的限制。迪丽热巴的 CP 感不依赖年龄、流量或男神模板。回顾他的合作对象，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吴磊合作《长歌行》时，曾被质疑像姐弟；与杨洋在《你是我的荣耀》中，却呈现出真实自然的成年恋爱感；与高伟光在《枕上书》中，是宿命感极强的仙侠悲恋。到萧启清嚷中，他甚至能在打戏里制造张力十足的 CP 氛围。如果 CP 感只靠外形匹配，这些差异早就足以让观众出戏。但事实是 ，CP 不仅成立，而且被反复讨论。这说明迪丽热巴的 CP 感并非被动生成，而是她自身能力的一部分。CP 感本质是一种被低估的表演能力。很多人把 CP 感当作观众脑补，但在专业层面，它其实是一种综合表演能力，包含情绪接收与回馈的节奏、眼神交流的准确度、肢体距离的控制，以及角色状态的相互适配。在这一点上，迪丽热巴的优势非常明显。她并不会强行压住搭档，而是通过调整角色气场，为对手演员留出情绪空间，从而形成有效互动。在萧启清嚷中，聂九罗与严拓的打戏并非情感场面，但通过眼神、停顿与动作节奏，观众却能感受到一种暗流涌动的关系张力。这不是偶然，而是演员对角色关系的高度掌控。迪丽热巴已进入女主中心的阶段。文章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不论男主是谁，观众的情绪焦点始终围绕迪丽热巴展开。这意味着她已进入女主中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搭档可以变化，题材可以切换，但情感主轴依然稳定。这不再是单纯的流量优势，而是一种职业地位。只有当演员具备足够成熟的表演体系与公众认知，才能成为情绪锚点，让 CP 关系自然成立。这篇文章表面写 CP， 实则在抬高迪丽热巴的行业位置。乍一看，文章是在盘点荧幕情侣，但深入阅读会发现，它实际上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迪丽热巴并不是被 CP 定义的演员，而是定义 CP 的人。她不依赖固定搭档，不被年龄差束缚，也不需要靠男演员带感。当一位女演员具备这种能力时，只靠颜值靠 CP 吃饭的质疑，本身就已经站不住脚。结语 ：CP 感不是运气，更不是巧合。当一个演员能在不同作品、不同搭档中反复制造有效关系，他所依靠的一定是专业能力与角色理解。从这一点来看，迪丽热巴早已不是站在谁身边都好看，而是能让荧幕关系变得可信、成立，甚至值得回味的弧心人物。那么问题来了，你心中迪丽热巴最有代表性的 CP 是哪一对？你更喜欢她的古装、现代，还是悬疑题材？ CP 的灵魂究竟来自搭档，还是来自她本人？欢迎一起讨论。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